Welcome to Chinese Stories with Miss G. Today's story is the story of the little hare in Chinese. 小海兔的故事。从前有一个公主，住在一座宏伟的城堡里。城堡内有一座镶着12扇窗户的宫殿。站在这座宫殿里面，可以看到整个王国的所有地方，也就是说，王国内的任何人都逃不出公主的眼睛。公主是一个傲慢的女人，她对外宣称，想做我的丈夫的人，就必须先藏到一个让我找不到的地方。如果让我找到了，他的脑袋就得搬家。结果先后共有97个求婚者被砍了头，公主还把他们的头都挂在了柱子上。这样一来，很长时间都没有人敢来向公主求婚了。终于有一天，有3个兄弟来到了王宫，表示愿意试一试。公主同意了。最先藏起来的是老大，他爬进了石灰窑。公主进到那座宫殿里，只从第1扇窗户往外面看了一眼，就发现了老大。公主立刻派人把他抓了出来，砍了头。接着是老二，他爬进了宫殿下面深深的地窖里。公主也只是从第1扇窗户往外面看了一眼，就发现了他。于是老二也被砍了头。最后只剩下老三了，他不知道自己该藏到哪里，就请求公主让他多考虑几天，并恳求他给自己2次机会，等到3次都失败后再砍他的头。公主根本不相信自己找不到他，于是满口答应了他的请求。怎么才能逃过公主的眼睛呢？她冥思苦想，想了很久也没个结果，只好扛上猎枪出去打猎。他看到一只乌鸦，就举起枪瞄准。乌鸦急忙叫道：“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我会报答你的。”老三觉得他挺可怜，于是放了他。他走着走着，来到了湖边，正好看到一条鱼跃出水面，就又举起枪瞄准。鱼儿立刻叫道：“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我会报答你的。”老三觉得他也很可怜，于是放了他。后来，老三又看到一只跛脚狐狸，这次开了枪，但是没有打中。这时狐狸叫起来：“请你把我脚上的刺拔下来吧。”老三答应了。在拔下刺后，他一把抓住了狐狸，并准备杀掉它。狐狸恳求道：“求你放过我吧，我会报答你的。”老三想了想，就放了狐狸。天黑了，老三回到家，因为不知道明天躲到哪里而睡不着觉，就又回到森林里找到乌鸦，说：“告诉我，躲到哪里才不会被公主看到？就算你报答我吧。”乌鸦想了一会儿，从自己的窝里掏出一个鸟蛋，把它破成2半，让老三藏到里面，然后把蛋壳缝合如初。乌鸦又坐到了上面。这次公主接连从11扇窗户依次往外面看去，才找到老三。公主马上让人猎杀了乌鸦，把蛋打碎
罪，揪出了老三。公主说：“我饶你这一次，下一次你可要藏好喽。”第二天，老三找到鱼儿，说：“为了报答我，你就告诉我躲到哪里才不会被公主发现吧。”鱼儿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可以藏到我的肚子里。”老三同意了，鱼儿就把它吞进肚子，然后游入湖底。这一次，公主接连从12扇窗户往外看去，最后才发现了老三。她命人把鱼儿打捞上来，剖开了鱼肚，找出老三。公主说：“我再放你这一次，要是下次再被我找到，你的脑袋就该挂在第100根柱子上了。”老三忧心忡忡，找到狐狸说：“我知道你最擅长躲藏了，为了报答我，你要告诉我躲在哪里才不会被公主找到。”狐狸绞尽脑汁想了一会儿，把老三领到一潭池水旁。狐狸先跳进了池水，冒出来就变成了贩卖皮货的小贩。老三也跳进了池水，冒出来变成了一只可爱的小海兔。小贩把小海兔带到城里，大家都围上来看这个稀奇的小动物。公主听说了，也跑来看，并用一大笔钱买下了小海兔。公主回到宫殿，放下小海兔，走到窗前寻找老三。小海兔趁机爬到公主的辫子下面，因为小海兔在她身后，所以无论公主如何寻找，都一直没有找到老三。最后，小海兔跑出宫殿，找到小贩，并一同跳进池水里，恢复了原形。老三返回王宫，和公主举行了隆重的婚礼，后来还成为这个国家的国王。公主因为始终不知道老三第3次藏到了哪里，所以非常尊重他。她总在心里说：“他的本领可比我的大多啦。” The end. Good night. 晚安。